黄房间的秘密。加斯东·勒鲁。第7章。鲁莱塔·比尔床底探寻。鲁莱塔·比尔推开黄色房间的门后，便停在了门槛上，带着一种我后来才明白的激动心情，惊呼道：“哦，黑衣夫人的香水味！”房间里一片漆黑。雅克爸爸想去打开百叶窗，但鲁莱塔·比尔阻止了他。袭击发生时，房间里完全是黑的吗？他问道。不，年轻人，我不这么认为。小姐总是在桌上放一盏灯，我每晚在她睡前都会为她点亮。可以说，到了晚上，我几乎就是她的贴身女仆。真正的女仆只在早上才来。小姐常常工作到深夜。放灯的桌子在哪里？离床远吗？离床很远。您能把灯点亮吗？灯已经坏了。桌子倒下时，灯油也洒了。此外，一切都还保持着原样。我只需打开百叶窗，您就能看到了。等等！鲁莱塔·比尔急匆匆地跑出去，关上了实验室的百叶窗和门厅的门。待我们完全置身于黑暗之中后，他点燃一节蜡烛，递给雅克爸爸，让他走到黄色房间的中央，也就是案发当晚灯光曾照亮过的那个位置。雅克爸爸穿着拖鞋，他通常把木底鞋留在门厅里，手持那节蜡烛走进了黄色房间。借着那摇曳欲熄的微弱火光，我们隐约看见地上散落着物件，角落里有一张床，而在我们正前方偏左的位置，墙上挂着一面镜子，正反射着微光，镜子靠近床边。这一切发生得极快。鲁莱塔·比尔说：“好了，您可以打开百叶窗了。”但是您别进来，雅克爸爸恳求道。您的鞋子可能会留下痕迹，而且什么都不能碰。这是法官的命令，尽管在他看来，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。他打开了百叶窗，外面惨白的光线透了进来，照亮了这间墙壁呈藏红花色的房间里那片阴森可怖的狼藉。地板、门厅和实验室的地板是瓷砖的，而黄色房间的地板则是木板铺就的，铺着一块整幅的黄色席垫，几乎覆盖了整个房间，从床底下一直延伸到梳妆台。这是房间里唯一还立着的2件家具，中央的圆桌、床头柜和2把椅子都翻倒在地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见席垫上一大片血迹。据雅克爸爸说，那是从斯坦格森小姐额头伤口流出的。此外，随处可见的血滴和血溅痕迹，可以说都循着一串清晰可见的脚印，凶手那宽大而黝黑的脚印。种种迹象表明，那些血滴来自那个男人的伤口，他在某个时刻曾将手印在了墙上。墙上还有更多那只手的痕迹，但远不如那处清晰。那确实是一只粗壮男人的血手印。我忍不住惊呼道：“看啊，看墙上的血迹！那个把手如此用力按在这里的人，当时一定是在黑暗中，并且误以为这里是门，所以他才会那么使劲，在墙纸上留下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指控图案。因为我不认为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手，它宽大而有力，所有手指几乎一样长，至于拇指则没有留下印记，我们只有手掌的印记。如果我们顺着手印的轨迹看，我继续说道，我们会发现，他先是扶着墙，然后摸索着想找到门，他找到了门，又在找锁。是啊，当然，鲁莱塔·比尔带着嘲讽打断道，可是锁上和门栓上都没有血迹。那又能证明什么？我带着几分自鸣得意的常识反驳道，他想必是用左手开的锁和门栓，这很正常，
因为他的右手受伤了。他根本什么也没打开。雅克爸爸再次喊道：“拜托，我们可没疯，我们是4个人一起撞开那扇门的。”多么奇怪的一只手啊！我继续说道：“你们仔细看看，这是一只很普通的手。”鲁莱塔比尔回答：“他的轮廓在墙上滑动时变形了。那个人是在墙上擦拭他受伤的手。这个人身高一定有1.8米。您凭什么这么认为？”“凭手印在墙上的高度。”随后，我的朋友把注意力转向了墙上子弹留下的痕迹，那是一个圆形的洞。子弹，鲁莱塔比尔说，是正面射来的，因此既不是从上往下，也不是从下往上。他还让我们注意到弹孔的位置比手印低了几厘米。鲁莱塔比尔回到门边，鼻子几乎贴在了锁和门栓上。他确认门确实是从外面被撞开的，因为锁和门栓仍在门上，一个锁着，另一个拴着。而墙上的2个荷叶几乎被拽脱，只靠一个螺丝钉勉强挂着。时代报的这位年轻记者仔细地审视着它们，从2面检查了门，确信不可能从外面锁上和打开门栓，并且钥匙是在里面的锁孔中被再次发现的。他还确信，一旦钥匙插入锁中，就无法用另一把钥匙从外面打开。最后，在确认那扇门上没有任何自动闭锁装置，简而言之，那是一扇极为普通的门，配有一把非常坚固的锁和一个同样坚固的门栓，并且他们一直保持着锁闭状态之后，他才说出这样的话。这下我心里更有数了。然后他坐在地上，迅速脱掉了鞋子。他穿着袜子走进了房间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那些翻倒的家具，极其仔细地检查它们。我们默默地看着他。雅克爸爸的语气越来越带着讽刺，对他说：“哎呀，年轻人，哎呀，年轻人，您可真是太较真了。”但鲁莱塔比尔抬起头，冒号：“您说的完全正确，雅克爸爸。您的女主人并没有梳那种2侧垂发遮住太阳穴的发型。我竟然会那么想，真是太蠢了。”说着，他像蛇一样敏捷地滑到了床底下。雅克爸爸继续说道：“想想看，凶手就藏在床底下。我10点钟进去关百叶窗，点灯的时候，他肯定就已经在那儿了，因为斯坦格森先生、玛蒂尔德小姐和我，直到案发那一刻才离开实验室。”我们听到了鲁莱塔比尔在床下的声音。雅克爸爸，斯坦格森先生和小姐是几点钟到达实验室，并且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的？6点。鲁莱塔比尔的声音继续从床下传来。是的，他曾在这里面。这是真的，而且这是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。当你们4个人进来的时候，你们检查过床底吗？那是我们做的第一件事。我们甚至把床整个翻了过来，然后才把它放回原位。那床垫之间呢？床上只有一个床垫，我们把玛蒂尔德小姐就放在那上面。门房和斯坦格森先生立刻把床垫搬到了实验室。床垫下面只有金属床架，那东西什么也藏不住，也藏不了任何人。总之，您想想，我们当时有4个人，什么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，因为房间很小，几乎没什么家具，而且整个亭子都关得严严实实的。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假设，也许它是和床垫一起被弄出去的，藏在床垫里面。也许面对如此神秘的案件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在慌乱之中，斯坦格森先生和门房并没有察觉到他们搬运的东西重了1倍，
而且，如果门房是同谋，这只是一个假设，但它可以解释很多事情，特别是实验室和门厅为何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然后，当他们把小姐抬到城堡时，床垫曾一度放在窗边，或许就让那个人趁机逃脱了。还有呢？还有呢？还有呢？鲁莱塔比尔故意在床底下大笑着对我说。我感到有些羞愧。说实话，真不知道，似乎一切皆有可能。雅克爸爸说。预审法官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。先生，他下令仔细检查了床垫，最后他也不得不像您朋友现在这样嘲笑自己的想法了，先生，因为正如预料的那样，床垫里并没有夹层，而且如果床垫里藏着一个人，我们早就发现了。我也只好跟着笑了。事实上，后来我才得到证实，我确实说了些荒谬的话，但在这样的案件中，不合逻辑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开始，又在哪里结束呢？只有我的朋友才能说清楚。告诉我，没有人动过那块席垫吧？记者问道。他仍在床底下。是我们动的，先生，雅克爸爸解释说。因为找不到凶手，我们便怀疑地板上会不会有个洞。没有洞，鲁莱塔比尔回答。有地下室吗？没有。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停止搜查。预审法官，尤其是他的书记员，也没有停止。他们一块木板地检查地板，就好像下面真有个地下室似的。这时，记者重新出现了，他双眼放光，鼻翼细动，他看起来像一只刚完成一次成功潜伏的小野兽。他仍然四肢着地。说实话，在我脑海中找不到比这更贴切的比喻了。他看起来就像一只追踪猎物的优秀猎犬。他嗅闻着那个男人的足迹，那个他曾发誓要将其带到他上司《时代报》社长先生面前的男人。我们可不能忘了，我们的朋友约瑟夫·鲁莱塔·比尔是一名记者。于是，他四肢着地爬遍了房间的4个角落，嗅闻着一切，仔细审视着所有能看到的东西。那些东西很少，以及所有看不到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很多。梳妆台只是一块简单的木板，由4条腿支撑着，不可能把它变成一个临时的藏身之处。而且没有衣柜，斯坦格森小姐的衣物都放在城堡里。鲁莱塔比尔的鼻子和双手沿着墙壁向上移动，墙壁各处都是厚实的砖块。待他检查完墙壁，用他灵巧的手指摸遍了黄色墙纸的整个表面，一直到天花板。他是通过踩在一把椅子上，再把椅子放在梳妆台上面，然后在整个房间里挪动这个巧妙的踏脚凳才够到的。待他检查完天花板，并在那里非常仔细地审视了另一颗子弹的痕迹后，他走进窗户，继续检查栏杆和百叶窗，所有这些都非常坚固且完好无损。最后，他满意地长舒了一口气虚，并宣称：“现在我感觉更踏实了。”好吧，您看，当我们可怜又亲爱的小姐遇害时，当我们向她呼救时，她被关得多么严实啊！雅克爸爸哀叹道。是的，年轻的记者一边擦着额头一边说：“黄色房间，我的天，关得像个保险箱一样。”事实上，科比说，正因如此，这个谜团才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惊讶的，即使在虚构作品中也是如此。在莫格街凶杀案中，埃德加坡也未曾构思出类似的情节。犯罪现场被封闭的足以让一个人无法逃脱，但至少还有那扇窗户。凶案的制造者，一只猴子，可以从那里溜走，但这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开口。门和百叶窗都关得严严实实，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进飞不出。没错，没错，鲁莱塔·
比尔一边不停地擦着额头，一边表示赞同。尽管他流汗，似乎并非仅仅因为近来的体力消耗，更多的是因为思绪的激荡。没错，这真是一个绝妙、奇特而又重大的谜团。即使是上帝的小动物，雅克爸爸咕哝道，即使是上帝的小动物，如果他犯了罪，也无法逃脱。听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安静！雅克爸爸做了个手势，让我们安静下来。他伸长手臂指向墙壁，指向附近的森林，侧耳倾听着一些我们听不到的声音。他走了，他最终说道，我非得杀了他不可。那畜生太不吉利了。但他是上帝的小动物，他每晚都会去圣女热内维耶夫的墓前祈祷，没人敢动他，生怕阿热努妈妈会降下厄运。上帝的小动物有多大？大约像一只巴吉杜猎犬那么大。我跟您说，它是个怪物。啊！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，会不会是他用爪子扼住了我们可怜小姐的喉咙？但是，上帝的小动物不穿鞋，也不会用左轮手枪射击，更没有那样的一只手。雅克爸爸说着，再次指着墙上那只红色的手印对我们说。再说，我们也会像看见一个人一样清楚地看见他，而且他也会像一个人一样被困在房间里或亭子里。当然，我说，在亲眼看到黄色房间之前，我也曾怀疑过，会不会是阿热努妈妈的猫？您也这么想？鲁莱塔·比尔惊呼道。那您呢？我问道。我连一瞬间都没那么想过。自从读了晨报的文章，我就知道那绝不是动物所为。现在我可以断言，这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悲剧。但是您还没跟我们说起找到的那顶贝雷帽和那块手帕呢，是吧，雅克爸爸？法官自然是把他们拿走了，仆人迟疑着说道。记者非常严肃地回答他：我没见过那块手帕和那顶贝雷帽，但我能告诉您它们是什么样子的。啊，您可真机灵！雅克爸爸咳了一声，显得有些困窘。手帕很大，是蓝色的，带有红色条纹，而贝雷帽是一顶旧的巴斯克贝雷帽，就像您戴的那顶一样。鲁莱塔·比尔补充道，指着老人的帽子。没错，您真是个巫师。雅克爸爸想笑，却没有笑出来。您怎么知道手帕是蓝色带红色条纹的？因为如果它不是蓝色带红色条纹的，就根本不会找到任何手帕了。我的朋友不再理会雅克爸爸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纸，拿起一把剪刀，俯身在一个脚印上开始裁剪。他用这种方式得到了一张轮廓清晰的纸质鞋底，然后把它交给我，叮嘱我不要弄丢了。他随后转向窗户，指着仍在池塘边的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，问雅克爸爸那位警探是否曾来黄色房间里工作过。没有，罗伯特·达尔扎克回答道。自从鲁莱塔·比尔给他那张烧焦的纸片后，他就没再说过一句话。他说他不需要看黄色房间，凶手是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离开那里的，他今晚就会证明这一点。听到这话，鲁莱塔·比尔脸色骤然苍白，这着实令人惊奇。难道拉尔桑已经知道了那个我仅仅有所预感的真相？他低声自语，那个人非常精明，非常精明，我佩服他。但这里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普通的警务工作，不仅仅是经验所能教会的，这里需要的是逻辑，要绝对的逻辑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像上帝说2+2=4那样，合乎逻辑。这里需要的是从正确的角度运用理性。记者像疯了一样冲了出去，仅仅是想到
大名鼎鼎的大弗雷德可能会比他先找到黄色房间问题的答案，就让他无法忍受。我设法在亭子的门槛处追上了他。喂，我对他说，冷静点，您还不满意吗？是的，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向我坦诚，我非常满意，我发现了很多东西。是精神层面的，还是物质层面的？有些是精神层面的，还有一件是物质层面的。比如，看看这个。说着，他迅速从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那一定是他先前在床底下探险时收起来的。纸上放着一根女人的金色头发。